南京高铁站被网友吐槽像卫生巾，量大准时。蒋介石和宋美龄官邸，奢华程度令人惊叹。这次南京之旅的动机有点奇怪，原本是准备来航拍传说中的南京北站，它因为外形酷似卫生巾而在网络爆火。来到南京后才知道，南京北站还在建设中，2027年才竣工，所以完完全全的扑了个空。这就是南京北站的设计图，因为俯瞰的角度很像女士的卫生巾，甚至还有透气孔和防侧漏条。网友们结合江苏的简称苏和2个著名卫生巾品牌，为它重新命名为沪苏宝站和苏菲北站，还为车站想好了广告词，再大流量都不怕，准时透气不侧漏，莫名的契合了作为高铁站的服务宗旨。其实设计师真正的设计意图是以南京市花梅花为灵感，提出扬子江头金陵花开的设计理念，但网友们不买账，说传统梅花多为5瓣而不是4瓣。这场4瓣弧形设计被网友戏称为卫生巾的风波，引发了一场互联网狂欢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我认为设计师在追求艺术表现的同时，确实也应该考虑民间的世俗观感。这么大的工程，而且要长期使用，必须要考虑周全。据说南京北站在汹涌的网络舆论之下，改变了设计施工方案。在这里我还要郑重提醒一下体育场的设计师们，一定要小心操作。国内有几个体育场已经引发了类似于南京北站这样的争议，这里我就不点名了。南京之行还有一个重头戏，就是游览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官邸，当时被称作远东第一别墅，民间叫它美龄宫。美龄宫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陵9号，始建于民国20年，也就是1931年，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在南京的寓所之一。现在作为旅游景点，门票收费价格为30元每人。这座建筑隐于林间，藏于山路，若非特意寻找，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它的存在。从空中俯瞰，美龄宫依山势而建，外围辟有环形的汽车道，栽种着法国梧桐树，车辆可以直接驶到主楼大门前。环形路看起来像项链，主体建筑的琉璃瓦斯项链的宝石挂坠，这一独特的景观也成为美龄宫浪漫的象征。美龄宫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，由主楼、警卫室、汽车库、花园组成。主体建筑坐北朝南，高3层，另有地下室，为仿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。美龄宫主楼是一座凤宫，环绕琉璃瓦屋顶的1000多个凤凰雕塑，屋檐下柱头上一排凤翎图案，2层南阳台34根汉白玉栏杆上的凤凰都体现出女性特征。34根汉白玉栏杆和34根环楼灯柱与宋美龄的生日3月4日暗合。1000多片琉璃瓦片造价较高，据说每一片瓦5000美金，全部是从俄国工厂定制，每一片瓦上均印有展翅腾飞的凤凰。另外别墅内外的白玉柱子及墙壁均是进口货，且均印有凤凰。整个建筑共有1000余处凤凰元素，瓦当、滴水、栏杆均雕刻展翅凤凰，象征宋美龄第一夫人身份，因此被称为凤宫。美龄宫最初预算26万银元，最终耗资36万银元，超支部分由蒋介石动用国家财政总预备费填补，引发劳民伤财争议。建设费用由陆海军总司令部、南京财政局垫付，后被蒋介石报销，实为变相挪用公共资金。美龄宫里大家比较关注的2个地方，第一个是蒋介石办公室，作为蒋介石日常办公的场所，墙上挂着孙中山像以及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的12字题词。室内的沙发、办公椅、华生吊扇、取暖壁炉均为官邸原物，办公用的呼叫按铃、挂钟、收音机则为民国文物征集所得。置身其中，仿佛能看到蒋介石当年在此处理政务的身影。第二就是蒋宋夫妇卧室，位于3楼，是蒋宋夫妇的私人空间。由于蒋介石、宋美龄生活习惯的不同，卧室分为主卧与次卧，主卧在内，次卧在外。蒋介石睡次卧，宋美龄住主卧。卧室配有全套传统红木家具，并雕有精美图案，其中中式家具、西式沙发为宫邸原物。在这里简要讲一讲蒋介石、宋美龄夫妇的一些生活野史。很多时候两夫妇都是分床睡，
中老年的蒋介石重视养生之道，习惯于每晚接近9点时安排自己上床休息，以确保充足睡眠。但宋美龄的夜生活非常丰富，晚上经常看电影看到很晚，或是在参与打牌娱乐，或是在与其他夫人愉快的交谈。有时宋美龄会直至凌晨1点享用完夜宵后，才到她的就寝时间。若仅仅是就寝时间不一致，蒋介石或许尚能勉强接受这一差异。宋美龄有个睡前习惯，这个习惯无论相处多长时间，她都难以适应。宋美龄热衷于吸烟，这一习惯不分昼夜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她都会抽烟。每晚就寝前，宋美龄都会习惯性地抽上几支烟来放松心情。与她截然不同，蒋介石非但不吸烟，而且对烟味也颇为反感。蒋介石对宋美龄身上的烟味难以忍受，却又不忍强制其戒烟，权衡之下，他决定采取分床睡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。美龄宫的这些建筑里使用了许多当时的高科技。美龄宫在1930年代便实现全屋恒温控制，地下1层至3楼均铺设地暖管道，采用美国进口锅炉系统，冬季可维持室温25摄氏度。这一技术远超同期南京普通住宅水平，甚至国民党高官也因南京寒冷而将家眷安置上海，唯有美龄宫能保障全年舒适居住。暗管式排水与新风，建筑采用暗管式上下排水系统，避免传统明沟异味问题，并配备隐蔽通风管道调节空气流通。主卧浴室配置美国进口铸铁浴缸、抽水马桶及冷热水龙头。宋美龄钟爱的牛奶浴功能即通过该设备实现。淋浴间采用独立隔断设计，具有私密性，这在当时国内极为罕见。厨房与餐厅间设置垂直升降梯，菜肴通过金属滑轨从地下1层厨房直达3楼宴会厅，实现无声传菜，避免人力搬运干扰宴会氛围。厨房配备德国进口冷藏柜、电动搅拌机等设备，并设计独立配膳间与气炉房，实现中西餐分区制作。煤炉采用自动天煤装置，减少人工操作。地下1层设专用机要室，配备德国西门子加密电话线路，可直接联系前线指挥部。墙壁采用隔音材料，防止窃听。1937年抗战前夕，建筑外墙被涂刷黑灰色迷彩，并加装防爆钢板内衬，成功躲过了日军轰炸，最近炸弹落点仅10米。主楼前的黑色美式别克牌轿车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年的产品，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赠送给蒋介石夫人宋美龄，作为宋美龄的专车之一，车号为蓝色车牌的军00385。日战时期沦为日军高级军官俱乐部，内部陈设许多遭到破坏。1950年，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旧址由中山陵园管理局接收为公产，改作江苏省高干疗养院。1990年被江苏省旅游局并入金陵饭店。2012年3月重新划归中山陵园管理局管理。如今，美龄宫已成为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，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。岁月迷离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有过清澈的谜底。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明